Hello，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信的陈强。今天的话，给大家介绍我旁边这一台 IP1到4R600的综合试验箱。那么这台设备的话，它配了3个规格的这个白管 R2 版、R4 版和 R6 版因为它是一个箱式的结构，所以做出来的话呢比较大。这个长度、宽度大概是1.75米，然后进深接近1.5米。高度的话也接近是2米视窗我们做的也挺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给大家打开里面打开箱门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情况。整个的材质我们内部采用的是304不锈钢的一个材质，包括这个滴水板、转台和内箱。前置有一个储水箱，这个储水箱这个盖板是可以直接拿开的。跟我们常规期的做法是一样的，这个盖板这个储水箱它有2层过滤，第一个是盖板的过滤，上面有一些孔，然后是箱内有一个卡板可以过滤一些标签纸小的螺丝钉防止这个一些杂物滴到我们的水泵里面去，导致这个水源的堵塞。然后转台这个地方我们做的是可更换的一个转台，台面的话根据白管的规格去更换。像现在这个是直径200的一个台面，那么我们还可以换直径400和直径600的，根据白管的规格去更换。然后这一台机器的话，它除了满足 IP-X3 和 IP-X4 的一个测试要求，它还同时兼具 IP-X4K 的一个测试要求。像一些汽配类 ISO 20653的一些标准IP-X4K 的要求，这台机器同样能够满足，只需要更换上面这个白管的那个喷嘴就可以了。IP-X4K 我们用的是 0.8 的孔径的喷嘴，IP-X4 用的是 0.4 的喷嘴。然后我们顶部是做1、2级滴水的一个滴水板，这个板的一个尺寸我们这台机做的是800乘800，然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做一些防护罩去罩住这个上面防止您在装样品的时候，你的手不小心碰到这个针嘴因为这个针嘴也是0.4的上面密集了一些那个0.4的针嘴，然后孔间距是20乘20，都是按照标准的要求来做的。那么这边是一个我们的样品电源样品电源的话呢，如果您的样品需要充电测试，那么可以接这个地方只要您这边是接电测试的话呢，我们的转台它有3种模式第一种是一直正转，第二种是正转1圈，反转1圈。如果您的样品是充电测试，那么我们这个默认是正转和反转防止它绕线。那么第3种的话呢，就是做 IP-X2 测试的时候，它是要间歇转动2.5分钟转动一次，这个是按照标准的要求来做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转台这里转台这里我们这个转台面是可以倾斜的这个倾斜的角度是15度，也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要求来定制的。像做 IP-X1 的这时候你就要将这个转台给它扶正因为它是要放在这个间距那个轴间距是100，那么做 IP-X2 的时候就将它倾斜到15度这个就是我们内箱的一个结构。至于说白管的话呢，这个是我们是通过锁螺丝来锁的然后可以去更换，像我们这个白管的规格我们是可以更换的，像这条的话呢是 R400的当然这个不需要您再去加长，我们这个时候是加长版的，可以直接去更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1到4综合试验箱整个内箱的一个介绍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一个结构
这个门啊，这个门挺大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安装这个场地的时候，这里有几点建议给到大家，就是要考虑除了摆放的时候，除了考虑这个进深宽度，我们还要考虑就是你打开门的一个尺寸，因为我们这个门也接近1米也接近1.3米，那么你在打开这个的时候，那么前面这个间距你要留出来，所以说1.3米加上这个整个的进深是1.5米，那么可能要留出将近2.8米的一个进深的一个尺寸出来。然后这里给大家看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感应器，金属感应器当您这个箱门是属于打开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设备是无法启动的因为如果说您做这个擦拭测试的时候，您将这个箱门打开，那么擦拭测试它的水会溅出来考虑到这个因素。然后只有当您箱门关上那么感应到之后，我们这个设备才会启动，这相当于是一个保护装置然后这边是操作方面板，我们配了一个7寸的触控屏这里面的程序是我们悦信自己写的，是中英文，标准的是中英文的程序假如说您的客户是国外的客户，想要来了解一下您的这个测试过程，那么您就可以直接用英文面板去操作演示给他看。然后我们这台仪器配的是流量传感器所以的话这上面是看不到任何的手调的流量计的，那么这个是流量是直接自动调节并显示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面。相对来说的话呢，它的精准度会更高一点因为我们是完全按照标准的规格去调制的这边是一个压力表，能够显示当前的一个水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色调也是我们悦信的一个标准的蓝白色调这个是我们的 VI 色。设计上面来讲的话呢由于这个R600的这个尺寸规格算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整个箱子做的比常规机要大一点在进场的时候需要提醒大家要考虑电梯门尺寸，假如说你是在几楼要考虑电梯的尺寸、门的尺寸还有一个您实验室整体摆放的一个尺寸，因为这个机器规格算比较偏大一点的如果说您的电梯不够宽，对吧？那么可能需要去吊装可能要去打墙干什么的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好的这一台机器就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对我们的防水测试设备感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私信我们或者是关注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